我是徐艺洋。其实我觉得他的音乐作品对于我们这一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其实都是就是小时候的一些算是一些回忆吧。对，然后像音乐的话，因为他的歌就是音调啊，还有就是旋律啊，包括歌词，其实就是对于我小时候来说，就是又励志，然后还有就是我的音色，其实就是音调跟他的歌就是比较符合吧，可能。其实我小时候不怎么上网，也不怎么看电视剧，这样。家里人管得比较严吗？也没有，就是自己，我也不知道我小时候干啥了，反正就童年都是在自己玩，就是自己玩一些可能，就我小时候我的童年没有就是太多的电脑和手机这样。学校里的吧，除了学校里的话，就是第一次的话，就应该是我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就唱《暖心》那首歌的时候。那如果是回溯到小的时候的话，学生时期有站上舞台的经历吗？我幼儿园开始就在舞台上了。我还记得我幼儿园有一个事情是，当时我在学民族舞嘛，然后那时候老师说有2个选择，一个是我可以去唱一句歌，就是唱一句，当然就不能跳舞。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让我去当领舞，然后我就选了去当领舞，就站在中间当领舞的那个，然后我就没有去唱歌。当时，就那时候老师给你选择的机会，让你来选。对，当时好像才小班还是中班来着，我记得。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就是有舞台的梦想了，因为我是从小学其实就喜欢唱歌，然后再加上一直学跳舞，就一直是有这方面的爱好，但是并没有小时候不懂嘛，就并没有当成一个正事来做。然后从初中开始就接触到了一些对这样的团体也好，这样的艺人，所以我就了解了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有奋斗的目标了，然后就开始去了解这样。所以其实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就是舞台就一直算是我的梦想，所以就是学校有这样的活动我都会去参加。其实我家里人就我妈妈可能就是我爸爸，其实是一个就是他就是管我比较少，就是不会太多参与我就是的一些选择。我妈妈就是还是支持我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因为她给我取名字嘛，艺术的海洋，其实她还是也希望我往艺术方面就是艺体方面就是发展这样。对，所以其实包括从小让我学跳舞。对，他自己有这个情节吗？就是关于舞台关于艺术这方面。我妈妈的话，其实我觉得我妈妈特别适合走这条路，但是因为可能年代的问题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再加上城市就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嘛。她其实也喜欢唱歌跳舞的。所以她从小给你培养的也有这个。对，所以我妈就是对我的选择一直是比较支持的。那时候特别想家，那时候因为毕竟跟现在还不一样，那时候在海外嘛，就语言各方面都不通，所以就还是感觉就那个时候在国外才是真正的有就是说离开家的感觉。那时候你平常会每天跟妈妈打电话吗？我那时候会，我那时候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回到宿舍跟我妈妈就是通视频聊天这样。那时候每天回去会跟妈妈聊什么？就一整天的经历。对，就聊，因为那时候练习没有手机嘛，然后就会跟妈妈说从早到晚发生了什么事儿，好事儿坏事儿都会说。那时候待在里边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嘛，就是与外界是基本上是断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当时就挺充实的，但是真的是累。刚开始结束没什么感觉，就觉得啊终于结束了，就说就可以就是跟外界开始有联系嘛。然后过了那么1-2个月之后就突然醒过来，就会发现就很怀念那段时光。所以其实你说经历了什么，就是可能就是其实都能想到能收获些什么，就是可能能收获一些就是更多知道我的人，喜欢我的人，然后会收获一些就是收获舞台，收获朋友，其实都能想得到。但没想到会这么怀念。对，就是没想到那段时光，就是虽然当时感觉还挺辛苦挺难的，但是没想到说出来之后居然还会怀念。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它是
就是其实在人的生活当中随时都存在的，但是只是说我以前可能就经历的事情一直是自己喜欢的也好，或者说自己想去做的事情，对，就所以就会觉得说就没有对这个事情以前没有什么感觉，然后那天突然就是刷到这样的一句话之后，就发现就是突然说到我心里了，就我觉得也说到大家的心里，就因为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也是有时候会说啊，感觉生活好难啊什么什么的，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以前就是心挺大的一个人，然后最近我就会发现大家的难处就听了之后，然后又就是可能自己身上也发生一些这样的事情，我就会觉得这句话说的很对，对，突然间这句话说到你心里去了。对，然后像这句话，最近的话，就工作上面可能对我来说就是尝试新的一个领域吧，就是拍戏。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也不说不喜欢挑战吧，就不喜欢做自己不擅长、不自信的事情。对，就这样的话，我会就是我会非常非常不自信，我就会做不好，对，没有安全感，我就不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就会发现，其实像做这个行业对于我来说，我想多方面尝试嘛，所以拍戏也是一个必经之路，对，所以就是你必须得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你没有尝试过，所以对我来说还蛮难的，对，所以给自己打气儿的那种感觉，对，就觉得说到自己心里了。我其实还蛮随意的一个人，我一定要说习惯的话，就我起床得滴眼药水，我才容易醒得过来。对，不一定眼睛干，但是你就想滴了更容易醒过来。然后就是睡前也是必须抹唇膏，就不抹唇膏的话，我可能就是感觉呼吸不过来。是，但最近的话，虽然最近都在北京嘛，但是都是在北京工作，就没有说出去走一走。对，但是我家楼下就是有一个通道，全是黄色的，然后而且最近就是吹风什么的，地上就落了。就一地，就整个通道全是那个树叶，然后今天我出门，就是正好那个太阳从那个树叶缝里透出来，我还拍了照片。如果最近有3天的假的话，我应该会选择，有朋友的话，就朋友如果也有时间的话，因为我自己不能出去玩，对，朋友如果也有时间的话，我肯定愿意去那个出去玩。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挺好的，就是我也是，就是想象的时候是觉得挺好，但是真的发生的时候，其实还是蛮多其他的因素的。就你会觉得妈妈一个人在北京，就为了陪我，完了我还经常出去工作，然后妈妈平时一个人在家里一待就是自己待上几天，最多出去遛个狗，就会你心里其实蛮有压力的，你就是还是更加希望妈妈能够去自己生活，有自己的圈子，然后过得快乐一点，这样就心理负担会小一点。我其实也不是那种逛，但是我就是进去之后，我看见那个签到没有点，我就会点一下，然后点了之后，我记得我当时以前也就是偶尔看见了，偶尔点一下，但前段时间好像有1周吧，连续我都点了，然后我就说那就坚持下去，看看能坚持多久，然后就感觉还坚持蛮久了，突然断掉了，还有点心痛。那你平常会逛吗？偶尔会逛逛？偶尔会逛。那你会看到什么有意思的内容，或者是就是感动内容，什么样的内容记住了？其实超话就是好像都是粉丝在里边就是夸我的，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负面的评价，全是夸我的，然后就是进去看看还是就是蛮开心的，就觉得有这么多人在支持我。就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会看见一些粉丝做的那种视频，就那种放着背景音乐，然后剪辑我的，就是从我刚开始参加节目就几年前的一些视频照片，还有我说过的一些话，一些采访，就把它放在那个里边，然后伴着背景音乐，就还觉得蛮感动。对，就那种视频印象挺深的。他们如果知道你看到了，也会很开心的，也会很感动的。原来对于电竞的话，就是偶尔会跟朋友玩一下，但是玩得不好。篮球的话，基本上没有接触过。那哪个更有意思？你觉得？其实我是觉得篮球，因为电竞的话，其实平时自己也有接触嘛，就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特别新的对，完全新鲜的一个领域。但是篮球的话是我觉得我不会喜欢的一个东西，但是真的参加了，然后看着自己
的队员，然后那么拼，然后去努力，然后还赢得了比赛，你就会觉得就是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觉得我就是觉得他们就很不容易，我就觉得每一个行业就是都不容易，就看到他们之后就会发现，觉得自己好像的一些困难根本不算什么，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不光说是就是比赛啊，或者说什么训练，就他们就连最基本就是身体就经常受伤啊什么的，就摔一下磕一下，然后或者说去医院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就是特别正常的一些事情，我就觉得自己好像经历的根本不算什么。